汉堡店内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一团像是泡菜的毛茸茸的污渍。吉恩觉得那坨东西是个鼻屎，但鼻屎怎么会长大呢？鲍勃眼睁睁看着那团脏东西变大，只祈祷那不是一坨绿色霉菌。毕竟咱们餐饮店这东西出现多少有点不卫生。可惜人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如果告诉他这就是一团霉菌，可以在很多海滩城市以及那些肮脏恶心管理不善的餐厅看到它。鲍勃明白这小子点自己呢。琳达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前任还挺牛，这么快就拿到了霉菌鉴定证书。鲍勃虽然不屑，但还是虚心请教对方，这种霉菌该怎么解决？是不是用漂白剂？雨果发来无情嘲笑，这玩意儿洗得干净个屁！按照管理条例，汉堡店必须停业，整栋建筑遮盖48小时进行除菌。鲍勃一听，完蛋，直接少赚2天钱。琳达却觉得他们应该好好利用这2天忽然出现的假期。鲍勃想着放松一下也挺好，但实在没想到雨果这老小子这么夸张，防护服穿着，警戒线拉着，大喊这家店有漂浮致死霉菌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蒂娜这时候转头问老弟，感觉怎么样？原来刚才大人们打嘴炮的时候，吉恩这大馋虫生吞了一块霉菌。该说你小子活到现在真是神奇。莫特听到霉菌立刻来了兴趣，毕竟作为殡仪馆的老板，自己啥发霉尸体没见过，处理霉菌自己是专业的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莫特希望自己的好邻居住在自己家，这样还能省一笔住宿费。鲍勃寻思自己哪儿敢呢，下面都是尸体，你们不害怕吗？家人们都比他胆子大，觉得肯定很好玩，回家拿了住宿用品就出发了。这还是大家第一次从殡仪馆前面进去，进门就是花花草草和各式各样的骨灰盒。别看这些骨灰盒都长得大差不差，莫特是真的有在认真的设计，而且还得过奖呢。鲍勃暗戳戳警告孩子们，摸了尸体不准摸我。孩子们却更关心，虽然莫特看上去很温柔，但会不会是个拿头骨喝汤的怪人，有着一些鲜为人见的癖好呢？说不定他家公寓里全是从尸体上搜刮的东西呢。伴随着打开的大门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轻奢公寓，孩子们立刻就不怕了。鲍勃没想到邻居居然是个隐形富豪。莫特告诉他，其实也不是，自己那些家具都很便宜，上面都死了人。好嘛，唯物主义赚麻了。莫特很期待这个周末可以带孩子。鲍勃一惊，你认真的？那可是蒂娜金路易斯哎！刚到莫特家就已经搞起了破坏，高级音响的按钮全都被按了一遍，书架成了攀爬架，台灯照脸，你就说你扛不扛得住吧？莫特那是完全不介意，熊孩子总比死气沉沉的尸体好吧，保准让孩子们服服帖帖的。琳达实在太感谢莫特了，这样轻松的周末实在久违，他想和鲍勃一起度蜜月，享受2人时光。莫特见他开心，急忙介绍他们睡的那张床之前有个男人大战一整晚死在了上面，厉不厉害？这什么闹鬼蜜月，这家人实在太喜欢了。刚把行李箱拖进去，还没来得及收拾，琳达就向鲍勃提出了合体申请。鲍勃正好因为裤子紧想换条新的，这一拖更符合琳达的想法了。结果鲍勃完全没有 get 到老婆的媚眼儿，穿了条破大洞牛仔裤，掏出了自己的模型公交车。说实在的，鲍勃等待假期已久，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大作。琳达不死心的再次向鲍勃抛出橄榄枝，希望他能做点和自己一起的事儿，比如搞个情侣美甲或者情侣脱毛。鲍勃觉得这些都是小情侣才会做的事儿，他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，哪有精力做这些？不如放过彼此。琳达闻言，生气的摔门而去。与这头交织的氛围不同，那边的莫特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停尸房，打算给他们露一手。作为殡葬一条龙，莫特自然还会担任入殓师一职。他希望孩子们和自己一起帮老人的尸体粘上假发。蒂娜愣了，尸体很恐怖吧？莫特直接无视这句话，告诉他，假发一点都不恐怖。不过看样子这群孩子帮不上忙了，他们将视线转移到了莫特的电脑上。没想到吧，莫特这小子居然在搞殡仪馆从业者相亲，而且真的有人在和莫特聊天。莫特坦白自己其实在网恋。路易斯觉得莫特应该把这段关系带到现实世界中来，把他约出来。路易斯那叫一个眼疾手快，已经向对方发送了约会邀约。琳达已经去了一趟萨尔萨舞蹈室，刚一回来就听到路易斯说莫特要去约会这事儿，时间定在了今晚8点的吉米披萨店。对面的姑娘回复得很快，真的同意了。琳达被这气氛感染，想和鲍勃也跟着一起去，来一场4人约会。带孩子的事儿嘛，自然是交给了蒂娜。路易斯提醒老妈，蒂娜根本管不住他们。上次就是因为放心交给蒂娜，他们在家还吃上烧烤了，差点没把房子点着。琳达觉得这完全没问题，毕竟他们就在街对面，有事儿一抠直接回城。就这样，一场奇异的4人约会就此展开。吉米高兴告诉他们，来得好不如来得巧，
今晚正巧是有大蒜的意大利面之夜，还有自己乐队的演出，伴随着辣耳朵的歌声，今晚的目标人物萨曼莎出现了。萨曼莎热烈地和莫特打了招呼，她希望莫特不要介意自己身上的气味，她今天工作了一天呢。莫特作为过来人当然理解，绅士的和萨曼莎说了好几句情话，气氛那是相当不错。另一头的蒂娜觉得自己好像生来就是保姆的命，但她不甘心只是无聊的保姆，并提议一起玩游戏。无人搭理的短暂沉默后，路易斯悄悄告诉蒂娜：“你完了呀，大家都讨厌你。要打破这个局面，最好跳出你的思维定式。人这一辈子没几次能在停尸房撒野，这就是个大好机会呀！”仨熊孩说着就来到了地下室。下去之前，他们决定先拥抱一下，互相打气。路易斯趁此机会偷走了蒂娜的电话。这下老哥老姐都是砧板上的鱼，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了。地下室内阴森森的摆着几具棺材，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小伙伴。路易斯骗蒂娜，镇子里那些绿色霉菌会将死人变成活死人。说话间，他们便来到了停尸房。按下门把手的那一瞬间，他们就无法再回头了。这门开了足足有1分钟，一进去，路易斯又将门反锁，钥匙连带着手机都扔进了棺材里。他早就悄悄换好了铃声，用停尸房的打过去，棺材里就响起了奇怪的声音。俩不知情的孩子被吓得尖叫连连。路易斯赶忙把手机摸出来，嘲笑俩人一个电话就吓成那样。电话接通以后，他递给了蒂娜。蒂娜本就担心，路易斯还悄悄用电话吓她，直接给孩子吓得不轻。两个殡仪馆工作者凑在一起，能聊的你猜猜是什么？鲍勃此时已经汗流浃背了，一点不想听到那些殡仪馆的恐怖事儿，不然他连酒精麻痹大脑都做不到，只想赶紧回到公寓继续拼模型。结果人家俩聊的都很正常，真诚的鲍勃都觉得尴尬了。那之后看对眼的莫特二人还跳起了舞。琳达邀请一旁喝醉躺尸的鲍勃加入其中，鲍勃却因为雨果的出现直接宕机了。他疲惫的回到了家里，想着终于可以拼完模型去看电影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他得先看看孩子们在干嘛。走进地下室的鲍勃很快就被绸缎做的棺材吸引了目光，感受到呼唤的他直接直挺挺躺了进去。一门之隔的那头，孩子们都要疯了，这门打不开还闹鬼。一阵诡异的像是野兽的嘶吼声从隔壁传来，路易斯懵了，这可不在自己的计划之内。意识到刚才路易斯都在耍自己的蒂娜，难得作为姐姐变得勇敢起来，夺过钥匙打开了门。谁知一开门，他们就看到刚才还没人的棺材发出怪声，还不断的摇晃，吓得操起道具就开始对其进行打击。棺材里的鲍勃急忙叫他们别打了，是老爹。可惜孩子们依旧觉得这是怪物在蛊惑人心，用胶带给死死封住了，还打算将棺材送到焚化炉里一起火化了。好一个火化亲爹！鲍勃后悔自己穿这件破裤子了，死得不体面。最重要的是自己爱琳达，毫不知情的琳达还在舞台上高谈阔论。为了活下去，鲍勃使用蛮力，可算将棺材顶开了。孩子们这才反应过来，这时候棺材已经燃了起来，大家费了好大劲才将棺材拉出来。于是打算在停尸房偷偷亲密的莫特被这一家子给吓了一跳。鲍勃这时候却忽然顿悟到，自己已经逐渐明白了一切。莫特所做的不仅仅是建立了一种生活模式，而是看了一场人生电影，也在做一份很伟大的工作。刚才的走马灯让鲍勃明白了爱情的甘甜，他呼唤着爱的伟大，脱下了自己的破裤子，来到了吉米披萨店，和自己的挚爱来了一句。他忽然注意到吉米披萨店也有绿霉菌，直到这时候雨果才说，这玩意儿其实真的只要用漂白剂洗一下就行了。可恶，看来你小子是真的记仇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泥一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下期评我们再见。